成了，没掉色，零甲醛环保植物固色配方，我搞出来了！爸，你有救了，终于有救了！大伯，配方我熬出来了，省外那个500万的环保同胞大单子，咱们富强厂彻底吃下了。大呼小叫的干什么？没点规矩，放桌上吧。大伯，之前咱们说好的，只要我把这个零甲醛配方搞定，帮厂里拿下这500万的单子，您就从利润里给我提30万的研发分红。我爸明天早上8点就要做心脏搭桥手术了，医院那边已经下了最后通知，这笔钱等着救命啊！麦子，你这孩子就是性子急。今年大环境不好，布料涨价，人工涨价，厂里处处都要花钱。这配方是你弄出来的没错，但设备是厂里的吧？买染料的钱也是我出的吧？大伯，您这话是什么意思？这半年我为了这配方没日没夜泡在毒气室里，我是拿半条命在搏啊！哼，这有2万块，你拿着，算大伯包给你的辛苦费。2万？大伯，那是30万的救命钱！当年我爸在厂里那笔工伤抚恤金全被您投进厂里盖了新车间，我一句怨言没说过。这些年我辍学给您当技术主管，您给我开2000块的普工工资我也认了。现在我帮您拿下了500万的纯利润，您就拿2万块打发我！放肆！怎么跟你大伯说话呢？富强厂的名字是我的，产权也是我的。你一个丫头片子，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当年要不是我给你们父女俩一口饭吃，哼，你们早流落街头了。现在翅膀硬了，学会跟我谈条件。妹妹，做人可不能忘本，吃水还不忘挖井人呢。你这怎么还翻脸不认人了？陈耀祖，厂里面面临破产，工人发不出工资的时候你在哪儿？现在单子拿下来了，你跑出来装好人？认清你的身份，跟我大呼小叫，你配吗？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这是什么！你偷我的发明，你连甲醛和硫化鑄的分歧式都分不清，你连染坊的门都没进过，你也配得叫发明人？麦子，你得认清现实。耀祖下个月就要去市里相亲了，这500万的利润得留给我这个老陈家的长孙成家立业。你一个女孩子，迟早是要嫁出去的，难道要把我们老陈家的核心技术带给外人？哼，专利写耀祖的名字，这就叫肥水不流外人田。陈富强，那是你亲弟弟的买命钱，你们这么做，心里就一点愧疚都没有吗？陈麦，你到底凑到钱没有？你父亲的血氧已经掉到危险值了，心衰随时可能发作。明天早上8点之前，账户里见不到那30万的手术费和器材费，手术只能取消。大伯，30万的分红我可以1分不要，这配方的所有权我也认了。您以厂里的名义借我15万，我给您打欠条，以后我留在厂里，我的工资全扣给您还债，算我求您给我爸留条活路。大伯这厂子是做生意的，不是做慈善的。你现在情绪太不稳定，不适合留在厂里了。耀祖，叫工作人员请他出去，带几个人来厂长办公室。走吧，再晚点连好位置都抢不到了。别碰我，我自己走。你们连酸碱中和的微调参数都不懂，真以为拿走一纸配方就能坐享其成吗？你们染不出来的。小张，师傅求你个事儿，你手里有没有存款？能不能先借我2万块凑一凑？我爸他快不行了。师傅，不是我不借，刚刚陈总在全厂大喇叭里通报了，说你拿了厂里最贵的进口染料出去私卖，因为品行问题被开除了。他还给全县的同行群发了消息，陈总说了，谁要是敢借给你1分钱或者帮你求情，明天就直接卷铺盖走人。师傅，我上有老下有小，房贷还没还完，你别连累我了。我为之付出半条命的厂子，我一手带出来的徒弟，我的亲大伯、亲堂哥，好，真好。既然你们要赶尽杀绝，不留活路，既然你们抢了我的心血，那我就睁大眼睛看着你们怎么把这座吸血的厂子亲手送进地狱。护士，我先交2万3，求求你们别给我爸停药，剩下的27万我2天内一定凑齐。陈麦啊，刘主任已经尽量帮你申请延期了，但这笔钱只够维持 ICU 2天的基础费用，心脏搭桥的进口支架必须提前全款预定，后天早上8点要是费用还不到位，不仅手术做不了，床位也保不住了。你快去想办法吧。2天27万，不管用啥方法，我也得把钱凑出来。动作快点，这批重磅帆布下午就要拉走，一卷120斤，搬一卷算5毛钱，谁手脚慢就给老子走人。50块了，再
再搬100卷，今天的饭钱和止痛药就有了。哎呀，药泉，这什么破地方啊，臭死了！全是一帮出苦力的，你堂堂富强厂的总经理，怎么亲自来这儿啊？宝贝儿，这叫亲自把关。现在厂里我说了算，那些供货商想蒙我，没门儿。哟，这不是咱们富强厂曾经的首席技术主管吗？怎么，配方卖不上价，跑到这儿来当苦力了？陈耀祖，你别太过分了！娇娇，快看，这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穷亲戚，当年赖在我家讨饭吃，现在被我一脚踢出门了。你看他这副样子，像不像一条没人要的流浪狗？哎呦，耀祖，你别跟这种人一般见识。这位老板，您消消气，这丫头今天刚来，不懂规矩，我这就让她走人。别啊，我看他干得挺卖力的。陈曼，你不是缺钱给你那个爹治病吗？来，把这卷布给我扛到车后备箱去。这100块就是你的了，怎么样？我对你够大方吧？那是爸的救命钱，可一旦弯下这个腰，我陈麦这辈子就真的成了一条被他们踩在脚底的狗。陈耀祖，你记住，你现在笑得多开心，将来哭的就有多惨。你根本染不出那匹布。还嘴硬，我今天非让你长长记性。谁砸的？我砸的？怎么着？张耀祖，你个没良心的东西，欺负一个小姑娘算什么本事？你们老陈家过河拆桥，真当没人能治你们了是吧？麦子啊，我的傻闺女，你这双吊配方的手怎么能来扛大包啊？你这是在剜婶子们的心啊！林婶儿，你们怎么在这儿？怎么在这儿？还不是拜这小子的爹所赐。上个月陈富强说我们年纪大了，手脚慢，连辞退补偿都不给，直接把咱们几个老姐妹全赶出来了。我们找不到活干，只能来这码头捡废品。陈耀祖，你别以为你们富强厂能一手遮天，你爹发不出工资的时候，是麦子熬夜帮你们改配方救的场。你们现在翻脸不认人，真当这世上没有公道了吗？一群被淘汰的老家伙，还敢管本少爷的闲事儿！包工头，你还不把这些人给我赶出去？行了，都别闹了。那个谁，你今天不用干了，赶紧走人，1分钱工钱别想拿。这破地方求我们干，我们还不干呢。麦子，走，他不要你，我们要你。这帮被蒙了眼的，迟早有一天得后悔。王姐，我对不起你们。以前我在厂里当主管，没能保住你们的工作。现在我爸还在医院等着27万的手术费，我已经是个废人了，我还怎么连累你们啊？麦子，别说这种丧气话。大姐们虽然没什么文化，但眼睛不瞎。你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们心里跟明镜似的。这里是4万块，是我们几个老太婆攒了半辈子的养老钱，你先拿着给你爸救急，剩下的咱们大家一起去借去凑。你脑子里有真本事，你那套印染技术我们可是亲眼见过的。大姐们虽然老了，但踩缝纫机跑业务的腿脚还不算废。就是，只要你愿意挑头，咱们这几个就跟着你干。没有厂房，咱们就在这铁皮棚子里干；没有机器，咱们就去废品站收二手的。咱们不给那黑心的陈家打工了，咱们自己干出个人样来。王姐，林婶儿，这钱算我入股的启动资金。陈富强说没有他的豪华厂房和进口设备，我就是个废物。好，那我就让他看看真正的降维打击是不受设备限制。给我3天时间凑够我爸的手术费，然后我就用这堆破铜烂铁给你们拼出一条全自动的恒温印染流水线。你说怎么干，大姐们就跟着你怎么干。复仇的车轮从这片最底层的泥沼里正式启动。喂，别在这乱翻，那可是好东西，从化工厂淘汰下来的大功率电机，你买得起吗你？并子线穿已经烧了1/3，转轴轴承磨损超过2毫米，这玩意儿通电连转都转不起来，顶多算个废铁壳子。还有那边那个旧压力锅炉，3根生锈的冷凝管，加上这堆散装的单分机主板，我全要了，一口价800块。800？你开玩笑呢？光这废铁的重量也值1500，没钱就走，别耽误我做生意。老板，
你这锅炉是个隐患吧？底部焊缝有严重的砂眼，承压一旦超过0.5兆帕就会直接炸开。我不买，你只能把它当废铁皮切了卖。还有这单秘机，主板电容都爆浆了，800块，你今天卖给我，赚的是纯利润。不卖，明天下场雨，这堆东西连500都不值。卖不卖？算你狠，算我今天走背穗，800拿走，自己雇车拉。成交。麦子啊，这就是你说的全自动恒温印染机？这不就是一堆破烂吗？这玩意儿真能染出好布来？陈富强厂里那台进口的恒温缸可是花了300多万啊！李婶，机器的核心不在于外壳有多贵，而在于控制系统。进口机器贵在它那套现成的工业算法和精密零件，但我脑子里有温污度变化的动态曲线，只要我能把这台单聘机的控制逻辑重新写一遍，再把锅炉的测温探头改装一下，它的温控精度绝不会比这进口货差。还真让你给整活了，这闺女以前在富强厂天天坐办公室画图纸，老陈家真把她当花瓶了。谁能想到这丫头肚子里装的是真本事啊！王姐，配电闸！目标温度85.5度，误差必须控制在0.2度以内。80度、83度、85度、85度，停住了！真的停住了！麦子，你这是放了个宝贝啊！机器活了，大姐们，接下来该去接活了。老板，看你这围裙和校服，褪色褪的都没法看了，挂在这半个月都没卖出去一件吧？交给我们，一件手工费只要2块钱，保证给你染的跟专卖店里的一样，不掉色不变形，染坏了我们赔你10倍。2块钱？你们用什么染？别是那种沾水就掉色的劣质工业染料吧？我这可是卖给学生和饭店的，出了事儿要担责任的。老板，这是我们用独家植物固色配方翻新的，你可以拿最烈的洗衣粉搓，掉一点颜色。我今天带来的货全白送你。神了！我那仓库里有压了1年的1000件褪色校服和2000条餐饮围裙，本来准备当抹布卖的。你们要是都能染成这个效果，我全包给你们，再加急费500。成交，3天后交货。麦子，第3锅出来了没？出来了！李婶儿，挂上晾杆，赵姨，下一批围裙准备下缸。我这辈子缝了几万件衣服，头一回看见自己亲手染出来的布这么鲜亮。麦子，咱们不是废物，咱们能行。当然能行，这才刚开始。护士，32床，陈建国，后续27万的手术器材费和押金，我交齐了。快，通知刘主任！陈富强、陈耀祖，我爸没死，我也没死，现在该你们的进口机器出问题了吧？娇娇，看见没有？这就叫全自动现代化大生产。我只要把参数往这一输，按个启动键，印钞机就咔咔转起来了。500万的单子，咱们下个月市中心大平层的首付稳了。耀祖你真厉害，不像那个陈麦，成天把自己弄得一身臭汗，还真以为地球离了他不转了呢。陈总，少当家，不能直接投料啊！这2天正赶上黄梅雨季，外面下着暴雨，车间空气湿度已经飙升到85%了。昨晚市政供水管网检修，今天自来水的 pH 值偏弱酸性。陈主管以前留下过规矩，遇到这种极端天气，植物固色剂的投放比例和催化温度必须手动微调，不然会出大事故的。老东西，你这叫经验主义。
懂不懂什么叫标准化配方？我这上面白纸黑字写着恒温42度，固色剂5%，这是科学。陈麦那个中专生搞出来的土办法，你也当圣旨听？少当家，化工反应不是套公式啊！植物染料对水质和湿度最敏感，你完全照搬死数据，万一脱色……闭嘴！现在这厂里，我才是技术发明人，专利上写的是我陈耀祖的名字。你再敢提一句陈麦，明天就给我卷铺盖走！全部听我命令，按标准参数，满载投料，存速开机。完了，这批货要完了。林总监，这是咱们第一批交付的10万件环保童装抽样，您放心，纯植物提取，零甲醛固色，绝对符合贵公司最严苛的欧洲标准。这可是我亲自带头研发的独家专利技术。林总，咱们不仅保质，而且产能充沛，这500万只是开始，以后的订单咱们全都拿下。陈总，欧洲那边对贴身衣物的环保要求是零容忍，咱们直接走流程吧。开始极限水洗和酸碱汗液模拟测试。1号池常规水洗启动，2号池高温酸性汗液模拟启动。林总，你看池水啊！好痛！水里有强酸残油。陈富强，这就是你说的零甲醛环保植物固色，这是废水。这种带着前酸残留和严重脱色的衣服，要是穿在欧洲的人身上，我们会面临跨国级的天价集体诉讼。不可能啊！我明明完全按照配方表上的参数，1分1毫都没差呀，机器也没坏，怎么会这样？林总监，误会，这绝对是误会。可能是这几件样品在打包的时候被污染了，我们大货绝对没问题，不用解释了。pH 值严重超标，固色结构完全崩塌，你们根本就没有掌握这项核心技术，你们在欺诈！500万订单即刻终止，你们富强厂就等着接我们法务部的律师函吧。按照合同，你们需要赔偿双倍违约金，整整1000万。你们准备好倾家荡产吧！成事不足败事有余，1000万的违约金，你是想把老子逼得走投无路吗？你不是说你完全掌握了配方吗？这就是你染出来的大祸！爸，这真不能怪我啊！我发誓，我连水温的一丁点都没改过，全都是照抄陈麦那个数据本上的数字。是陈麦，爸，这绝对是陈麦搞的鬼！他早就防着咱们，故意在原始数据上留了后手。他写下的参数本身就是个陷阱，是他蓄意破坏工厂生产，想害死咱们全家。对，不能是我们技术不行，必须是蓄意破坏。1000万的违约金，咱们绝对赔不起。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所有责任全都推到陈麦头上。只要证明是离职员工出于报复，蓄意在生产系统里植入错误参数，导致产品报废，我们就能以不可抗力向欧洲客户申请延期交付，甚至免除部分违约金。爸，那咱们怎么办？那丫头现在就在城郊那个破棚子里，听说还真让她鼓捣出一台土机器。一台破烂能顶什么用？明天市商会正好要在县大剧院举办年度纺织质量交流大会，全省的同行和大客户代表都会来，欧洲林总监也会出席。咱们就在大会上，当着所有人的面揭穿陈麦窃取工厂机密并蓄意破坏的行径，我要当场报警抓他。只要警方介入调查，客户那边就能交代带过去。这一次，我要让他把大牢底坐穿。各位同仁，各位领导，今天我陈某人站在这里，心里是在嘟血呀。我们刚刚拿下了欧洲的大单，大家谁能想到，就在投产的节骨眼上，我们遭遇了恶劣的商业破坏。我们厂前任技术主管陈麦，因为品行问题被开除，竟然怀恨在心，利用职务之便，在我们的核心配方系统里植入了破坏性的错误参数。我是这项专利的发明人，我按照标准参数投产，却因为这个人的恶意行为，导致产品有害残留物超标。这种破坏行业规则的人，必须被封，接受应有的惩罚。林总，这属于不可抗力的破坏，我们已经报案，马上就会对陈麦采取措施。请您再给我们富强厂一次机会，免除那1000万的违约金，我们一定重新调整配方。不用麻烦陈厂长报警了，我已经向省经侦大队递交了举报信，车现在应该已经停在你们富强厂的门口了。保安死哪儿去了？
谁让这个女人进来的？把她给我赶出去！谁敢动我？我今天是以当事人身份来对质的，谁碰我一下，就是破坏政务。林总监，您是懂行的人，是不是蓄意破坏？咱们用科学说话。陈耀月，你不是号称自己是专利发明人吗？你不是说配方是你研发的吗？植物固色剂对车间湿度和水质的 pH 值敏感，当空气湿度低于 40%， 或者自来水呈弱酸性时，固色分子的活跃度会暴跌 70%。这时候如果不加入2%的碳酸三钠作为催化中和剂，染料不但无法附着，还会发生逆向溶解，产生全酸残留。你胡说八道什么？什么碳酸钠？什么湿度？我明明就是按你写的数据做的。按我写的？你这草包连抄都抄不明白。我告诉你，化工反应不是你们老陈家过家家的加减乘除。既然你是发明人，好啊，你现在当着全省同行的面，把黑板上这个最基础的氧化还原反应式给我配平。只要你能配平，我陈麦今天当场给你认罪。我今天头晕，我没带笔。骗子！陈富强，你们父子俩简直是在侮辱所有人的智商！一个连初中化学方程式都看不懂的人，竟然大言不惭地说自己是环保专利的发明人！你们竟然敢拿这种偷来的东西去欧洲市场！林总，您听我解释，这配方真的是……够了。林总，这块布是我昨天晚上染出来的，用废品站里淘来的破铜烂铁拼成的土油炉里染出来的，没有你们欧洲几百万的进口设备，但里面用的是我脑子里真正的大脑算法和动态微调参数。您可以让人现在就拿去测，如果有一丝掉色或者甲醛超标，哪怕0.01，我陈麦赔给你。马上拿微型酸性测试剂过来。反而一不仅没有丝毫褪色，反而因为酸性溶液器洗涤，泛出一种更加深邃、高级饱满。林总，甲醛零检出，硫化物零检出，色牢度甚至超过了我们在欧洲本土代工厂的最高标准，这是奇迹！陈小姐，不，陈总，您才是真正的天才。陈富强，我们品牌会立刻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冻结你厂里所有的账户和私人资产。那1000万的违约金，你们少1分钱就拿全部家当来抵。爸，快叫救护车啊！陈总，这500万的大单，我现在正式请求交由您来生产。不仅如此，我还可以做主，先预付您100万的试水定金。林总，定金我收下，但我不做单纯的代工，我的工厂叫麦芒制制，我要在这批环保童装的领标上印上属于我们中国工厂的联合 logo。只要您答应，3个月内我给您交出全世界最完美的货。旧的时代今天在这里彻底崩塌了，属于麦芒制造的新时代从现在开始。我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多钱，麦子，你真的从陈富强那个老王八蛋嘴里把这块天鹅肉给抢下来了！咱们不用再去夜市捡废品了，咱们这破棚子现在是接跨国大单的正规军了。不仅如此，林总监答应，以后出厂的每一件衣服领标上都要印上咱们麦芒制造的名字。大姐们，咱们以后不是谁的代工厂，咱们是联合出品方。但是，欧洲客户的要求极度严苛，50万件环保童装，交货期只有短短1个月。如果逾期，我们要面临同样的巨额违约金。所以从今天起要大干一场。王姐，去招人，只要是被陈富强开除的熟练工，咱们全要，工资比副生厂高2成。李婶，你立刻带钱去隔壁县宏远布行找老李，订5万匹特级精梳棉底布，今天下午必须拉回来进染缸。爸，咱们厂的账户全被冻结了，连我的车也被拖走了。林总监那边说，1个星期内见不到那1000万的违约金，就要抓咱们进去。爸，咱们完了！闭嘴！老子还没死呢，老陈家塌不下来。陈麦那个丫头踩着我去讨好洋人，想拿着100万定金翻身，做她的梦。1000万的违约金老子赔不起，那就让所有人都赔不起。只要陈麦也交不出货，他们就只能回过头来求我们重新谈判。可是他现在手里有钱，又有真配方，怎么可能交不出货？
有钱在这东海县的1亩3分地上，钱不如人脉管用。钱他有技术有什么用？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要让他在整个南疆省连1尺布都买不到。李老板，咱们合作也不是1天2天了。以前在富强厂我是怎么关照你生意的，你心里清楚。今天这是唱的哪一出？哎呀，麦子，不是李叔不帮你，主要是这批精梳棉上面临时有大客户全包了，真的1尺都没了。你外面的现货堆得像山一样，连商标都没撕。老李，到底是谁在背后捣鬼？麦子，你是个聪明人，何必难为我这做小本生意的？陈富强虽然账户被冻结了，但他当了10几年商会会长，关系深着呢。谁敢卖给你，就是跟他老陈家过不去。麦子，赶紧带着这钱走吧，违约金你赔不起的。这帮人，这是要把咱们往死里逼啊！空有机器，空有钱，没有布，咱们拿空气染吗？拿不出货，咱们就要被告上法庭了。难道真的要功亏一篑？难道大伯那种人真的能只手遮天？周宇，你怎么来了？你说，你有布？你在哪儿弄到的布？我天啊！这是送的，这是垃圾！你这哑巴安的什么心？陈富强让你送一车长了毛的毒垃圾来恶心我们，是不是？小雨。周宇，谢谢你，这笔恩情我陈麦记一辈子。棉纤维结构没有断裂，只是表层谋变和局部酸性串色。麦子，你糊涂了，纤维没断有什么用？这么大面积的黑斑和绿毛，洗都洗不掉。欧洲客户要的是高端环保童装，你拿这种发霉的料子染出来，就算指标合格，那花里胡哨的霉斑也没人敢穿啊！谁说我们要把它洗白？谁说欧洲人只喜欢干干净净的纯色？陈富强断我的纯棉白布，那我就用他亲手扔掉的工业垃圾去敲开欧洲最高端时尚圈的大门。大姐们，动起来，卸货！发霉的斑点洗不掉，那我们就不洗。我要用高锰关甲对它进行极限局部脱色，然后再用生物酶进行2次重构发酵。我要把这些恶心的霉斑做成世界上绝无已有、不可复制的重工结构扎染。我要让陈富强扔掉的垃圾变成他这辈子都高攀不起的奢侈品。还愣着干什么？卸货！林婶儿，1号池注水，温度达到65度，放入8%的高锰酸钾溶液。收到，1号池注水中，65度到位。王姐，带领2组把布料打散，绝对不能折叠，必须让霉斑完全暴露在溶液里进行强氧化褪色。2组跟我上，把布抖开，一块一块下池子，别叠着。周宇，去看这压力表，超过0.4兆帕，立刻手动限压。明白。麦子，这布料底色都被咬掉了，全变成那种病恹恹的黄色了，这还能看吗？要的就是这种黄褐色，这就是底蕴。下一步，放草酸中和，然后直接转入3号池，投放大量的纤维素生物酶。我要让这些霉菌在被杀死的瞬间，和棉纤维产生不可逆的化学吆合，形成天然的斑驳纹理。老天爷，这是咱们染出来的东西！大姐们，这叫浴火重生。开动缝纫机，按欧洲客户给的青年潮牌版型全速打版。姐妹们，动起来，把这堆宝贝做成衣服！
林总，东海县那边的县人说，陈富强下了死命令，整个南江省都没有人卖给陈麦一起部。陈麦那个班子用的是富强厂因为漏水报废的长毛煤布在赶工，咱们要不要立刻终止合同？胡闹！用发霉的垃圾给咱们做衣服，立刻备车，去东海县，我要亲自揭穿这个骗局。陈麦，你太让我失望了！你竟然敢用富强厂丢掉的垃圾废布来糊弄我们！法务，立刻准备起死！林总监，您来的正好。第一批10万件，随时可以装柜。这里是国家级实验室出具的报告，甲醛零检出，霉菌残留为0，酸角度完美贴合人体皮肤。如果您觉得这是垃圾，您可以现在就撕毁合同。林总，各项数据不仅完美达标，而且这种天然煤洗重固的色牢度比之前富强厂提供的数据高出了整整3个等级，这是绝对的高定品质啊！这种不可复制的纹理，在欧洲年轻潮帮市场上就是核弹级别的存在。立刻联系欧洲总部，这批货的定位马上修改，不要做常规款了，直接升级为年度限量款废土系列。出厂结算价我做主，在原合同基础上单件上浮30%。30%，上浮30%，咱们用一堆垃圾赢了。半个月后，欧洲某时装周后台，闪光灯聚焦在那些不可复制的废土纹理上。国外社交媒体上，数据不断跳动。Wasteland Collection 话题冲上热搜，一件外套转售价翻了5倍。国内时尚媒体头版头条被废塑风潮牌，首批10万件，1小时售罄。爸，手术费和后续康复费我都交齐了，您安心养病。王姐，林总监那边的尾款400多万已经全部打进账户了。今天下午带大家去市里最好的酒楼吃一顿，然后发奖金，每人10万。太多了，麦子，这太多了。麦子，有了这笔钱，咱们是不是能换个好点的大厂房了？换？不，咱们不换。属于我们的东西，我要让他们连本带利，亲手给我送回来。爸，那丫头这回肯定翻不了身了。1个月交不出货，林总监那1000万违约金能把他逼得跳河，这就是跟咱们老陈家作对的下场。慌什么？天塌下来有我顶着！是不是陈麦那丫头出事了？说什么出事啊？陈麦发财了！他用您上个月扔掉的那批漏水发霉的破布，搞出了什么废土风扎染，欧洲人疯抢啊！林总监不仅没找他要违约金，还给他提价了30%，首批尾款400多万，今天上午已经到账了。陈总，那是您的布啊！您亲手把几百万扔进垃圾堆，被他给捡去了呀！我的布，那是我的布，我的几百万啊！陈麦，爸，你别吓我！医生说你的心脏不能受刺激啊！爸，完了，全完了！娇娇听说来查封，把我那块表卷走，跟别人跑了。法院的人在厂门口贴了条，咱们现在连住院费都快交不起了。爸，咱们去求求陈麦吧，他现在手里有欧洲人给的几百万尾款，只要他肯抽诉，肯借钱给咱们，求他，老子就算死，就算下18层地狱，也绝不向那个吃剩饭长大的丫头低头。厂子虽然被查封了，但林总监那个洋鬼子不知道狡兔3窟。咱们在西郊的3个隐蔽仓库里还压着整整300万件这些年积压的常规款成衣，那是咱们老陈家最后的底牌。可是爸，那些衣服款式都老了，而且里面还有不少是不合格的残次品。现在商会的人都躲着咱们，
谁敢收咱们的货呀？正规渠道没人收，那就走下沉市场。你现在立刻去城南找赵虎，把咱们家那套祖传的老宅子，还有市里的别墅全给我抵押了，只要现金。陈麦那个丫头拿了欧洲人的尾款，下一步肯定要扩大产能进军国内市场。我要在她还没站稳脚跟的时候，彻底把市场搅烂，把那300万件库存以低于成本价40%不，以低于成本价50%的价格向全省的批发市场倾销。一件原价50块的衣服9块9卖，我要用海量的低价垃圾把陈麦的销路彻底堵死。我看他那些高端环保装卖给谁去？麦子，不是徐叔不认你的手艺，你这衣服环保无毒，料子透气，款式新型，确实是好东西。放在平时50块钱一件批发价，我闭着眼睛吃1万件。可是你看看外面，陈富强疯了，他彻底疯了。纯棉他这种不要命，他9块9往下砸了，整个南江省就这点和进货的钱，全被他的低价货套牢了。你这50块钱的好东西，现在根本卖不动啊！老徐，你糊涂啊！陈高强那批衣服用的都是劣质工业染料，甲醛严重超标，穿在身上起红疹子。那种黑心货你卖给顾客，不是砸自己的招牌吗？王姐，在这下沉市场，价格就是王道，老百姓不懂什么甲醛不甲醛，他们只认便宜。对不住了，你们的货我一件都不能要。王姐走，去下一家。不要！陈富强这种杀敌800自损1000的恶性竞争式价格战，就像一场海啸，瞬间淹没了所有传统的线下渠道。300万件劣质库存，低于成本价1半倾销，他根本不在乎亏多少钱了，他只想把我一起拖下水。如果不尽快打通销路，不仅前期投入的资金会变成死库存，新招来的几10个工人的工资也会成问题。怎么回事？停电了！谁是陈麦啊？出来透透气呗！你们想干什么？再往前一步，我们报警了！报警？电线都被老子剪了！这荒郊野岭的，你们连个信号都没有。收人钱财，替人消灾。陈总在医院里发话了，听说你们麦芒治治，最近产能挺足啊。他让我们兄弟几个来给你们降降温。给我砸！疯子，遇到个不要命的疯子！麦子姐，你没受伤吧？我没事。周宇，你是英雄。陈富强这个老畜生，他封死我们的销路，现在又断我们的水电。麦子，咱们去市里告他，这种行径绝对不能放过。告他？没有证据，顶多拘留那几个小混混。他陈富贵就是要用这种下三滥的泥潭战术，把我们拖死在底层的恶性竞争里。那咱们怎么办啊？线下批发商不收我们的货，出厂的路又被他们找流氓堵死，难道咱们这2万件精品就硬生生压在仓库里等死吗？大姐们，你们知道大清朝是怎么亡的吗？是因为那些老太爷们觉得，只要闭关锁国，把路堵死，别人就进不来。陈富强觉得，堵死了县城的几条土路，切断了那几个落后的批发市场，就能扼杀我陈麦。他打价格战，是因为他手里全是卖不出去的垃圾库存，他必须经过层层盘剥的经销商才能把货铺出。我们为什么要在线下跟一个将死之人打泥巴战？路被堵死了，那就走天路。麦子，啥叫天路啊？我们去买光纤，买发电机，买50个最高清的摄像头和环形补光灯。他不让经销商来进货，那我们就彻底踢开经销商，不赚差价，没有中间商。明天晚上8点，把所有的摄像头架在咱们的染缸前，架在你们的缝纫机前。我要在全网开启一场绝对真实、全透明的 C2M 流水线直播，客对场直接定制。我要让全国几千万的网友亲眼看看什么是无毒无害的环保日染池养金鱼。我要让全网消费者直接向你们下订单，点名要什么款式，你们当场打版、当场缝制、当场发货。陈富强想用传统的血腥喷虾毒死我们，那我就用互联网的新零收模式，对他进行彻底的、残忍的降维打击。我要让他压在手里的300万件垃圾库存，变他老陈家永世不得翻身的坟墓。干，麦子，你说怎么干，大姐们就跟着你干。3、2、1。全网的观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麦阳制造第一生产车间，我是技术主管陈麦。我们的出厂路被切断了，
我们的线下批发渠道被劣质衣服切断了，所以今天我们不走寻常路，我们走天路。今天在这个直播间，没有坑位费，没有中间商，没有层层加价的经销商，你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最真实的中国制造流水线。有人问我们卖不卖9块9包邮的外套，抱歉，那种价格连买1米真正的好棉布都不够。你们在市场上买到的10几块钱的衣服，是用劣质工业染色染出来的，洗10次还会掉色，穿在孩子身上会起大面积红疹。看见了吗？这就是线下某些无良厂家为了打价格战清仓秋销的东西，他们为了套现，在吸你们的血。现在看看我们麦芒制造的标准：零甲醛、零致癌芳香砷、纯植物生物酶固色。我们的印染废水不仅达到国家最高排放标准，甚至可以直接养活铁金鱼，这就是我陈麦用命熬出来的技术底线。我说过，今天没有中间商，我们开启 CRM 客对场柔性定制模式。你们看到那边的布料了吗？那是我们震惊欧洲的废土风重工解构扎染布，每一件的纹理都是独一无二的。今天不开盲跑，不压库存，你们下单，我们的缝纫师傅当场给你们打板裁剪。这位王姐踩了30年缝纫机，麦芒制造国内首发款废土风高定夹克，拒绝暴利，出厂裸价89元，首批库存2万件，现在上链接。快什么？2万了！2万件，3秒售罄。谢谢大家给中国老手艺人、给底层劳动者一口饭吃。3秒就卖光了，咱们不是废物，咱们不是。爸，出大事了！咱们倾销出去的那批衣服爆雷了。今晚，我省多地爆发大规模消费者维权事件，大量市民在购买了低价的富强袍清仓衣物后，出现严重急性皮肤过敏、呼吸道感染等症状。是陈富强，是附近制衣厂的负责人，我们被他坑了，他的产品有问题，我们要去找他讨说法。赵虎刚刚发短信来说，咱们抵押给他的别墅和老宅子根本不值那个价，外面现在几万人在找咱们要赔赔。赵虎说今晚要来厂里讨臭饭啊！2万件，3秒售罄。医生救命啊！我爸的心脏要停了。旧资本的血腥倾销，最终化为反噬的毒火。陈富强一手给自己挖坟墓，该填土了。医生，我爸怎么样了？命保住了，但大面积心梗导致了偏瘫，以后只能在轮椅上度过了。不过，你们现在该关心的，恐怕不是病情了。陈耀祖是吧？你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以及生产销售有毒有害产品罪。你在市场上倾销的服装，导致本市135名群众严重过敏送医。同志，冤枉啊！我什么都不懂啊，都是我爸让我干的，配方也是我爸让我去偷的。抓我吧，别抓我！我还年轻，我还没结婚啊！你就是专利上的法令发明人，法律代表也是你。有什么话留着去审讯室里说吧。带走。爸！各位竞盖人，现在进行第7号标志物的拍卖。东海县副产制衣厂包含占地30亩的厂房、2栋员工宿舍楼以及全套进口流水线设备。因该企业涉及重大案件，商誉彻底破产，起拍价500万。500万，白给我都不要。陈发强这老东西造孽太深，哼，那厂房里阴气重得很，谁接手谁倒霉。
500万，第一次；500万，第二次。我出600万。这位女士出价600万，还有人加价吗？600万，第三次成交！恭喜这位女士成功竞得傅青之一场全部产权。麦子，咱们买下来了。那群姐妹们要是知道了，又得哭一场。回去告诉他们，旧的地方咱们给他翻新。从今天起，这里姓麦，不姓陈。麦子，厂子是你买下了对不对？我是你大伯，我没地方去了，老宅也被收了。你看在咱们打断骨头连着筋的份上，给我口饭吃吧，我给你看大门也行啊。你也有今天，当初你把麦子扔在暴雨里的时候，怎么想打断骨头连着筋？你把我们这群人赶上绝路的时候，怎么不给我们留口饭吃？你现在这叫报应！大伯，当年我爸工伤瘫痪，你吞了他那笔体恤金，说是为了厂子的未来。那时候你说一将功成万骨枯，半年前你偷了我的配方，用2万块钱打发我，害得我爸差点死在手术船上。那时候你说女孩迟早要嫁人，厂子只能留给你的长孙。现在你那宝贝长孙正在里面踩缝纫机，你这辈子都等不到他给你尽孝。报应啊！我错了，麦子，大伯知道错了。现在认错太晚了。你不是最喜欢说肥水不流外人田吗？富强厂我买下来了，不过你放心，我会让人把厂房推平，一砖一瓦都不留。麦总，图纸看完了吗？大家伙儿都换好新工服了，就等您过去剪彩呢。麦子姐，欧洲那边又追加了1000万欧元的订单，国内各大城市的线下直营店今天全线爆满。告诉兄弟姐妹们，旧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从今天起，我们开工。曾经，我们在这里谋生，今天，我们在这里重生。